新闻相对不对？你会再看关键保洁。原本对于 COVID-19 严密封控的中国，它居然突然放手，放手之后，它竟然没有任何的管制措施，它基本上让中国的人民直接的去进行一场的天择，直接的进行一场优胜劣败的一个战争。而这个优胜劣败的战争看起来是非常的一个残酷，因为全世界都非常担心。因为这一场的战役是从中国的武汉肺炎开始的，那现在中国完全开放，它现在怎么开始内部大量的感染？大量的感染以后会不会产生新的病毒？而这个新的变种会不会造成一个更可怕的这个风潮？还有就是现在按照英国他们所做的模型，到了明年的1月、2月，现在才刚开始哦，1月、2月会到这个高峰，然后呢，到了3月、4月又会到这个高峰，这样的一个高峰的结果。不只是中国人受害，而这个中国人受害之外，这个病毒有没有可能扩散到了一个全世界？特别一海之隔的一个台湾，我们会不会受到冲击？而不止如此，现在大家更关心的一个更可怕的状况是，中国现在供应链全部都断裂。现在刚刚讲的，你要么就是你找不到货，你要么就找不到货，你找不到工人来做，你找不到工人来做乱，就是做好了，我也没有人可以运输出去。所以现在刚刚讲的。特斯拉居然讲说，我现在要停工，为什么要停？他说我进行税收，但问题是你过去并没有税收的经验，你为什么现在要税收？如果以特斯拉为例的话，是不是现在中国的很多的产业链都出现了所谓的断供的状况？如果断供的状况，那对中国的经济来讲，是不是又雪上加霜？而对台湾来讲，我们最近我们的止痛药现在买不到，止痛药买不到，当然民进党政府讲说，那是中国把我们很多东西买去，可事实上不是这样。原来我们很多的这个止痛药，我们的原料药来自中国。如果中国它现在断货，如果中国现在很多的供应链断裂的话，那对台湾很多的民生物资，这个止痛药是不是只是刚刚开始呢？好，我们今天请到6位，面对大方首一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李桂敏，大家好。好，第四位是商周的总主笔吕国珍，你好。好，第四位是时评李正浩，大家好。好，第六位是战略专家李年辉，大家好。就刚刚讲的，现在全世界已经注意到中国这个疫情的发展，是大家非常担心是，3年前这个疫情是从中国武汉开始爆发了以后感染到了全世界。现在你中国完全没有封控，你完全没有任何管制，没有管制以后，你让这个病毒交叉感染，会产生新的病毒。而且虽然刚刚讲的，按照英国的资料，现在的爆发只是刚刚开始，没错，真正的高峰还没有到来。而且那中国这接下来几个月时间，会是人类史上我们可以很难得看到这么严重的疫情在这个国家爆发，而且现在怎样？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印度似乎是撒手不管，对不对？我跟你讲，中国撒手不管的比印度还要更严重。他现在索性怎样？我完全开放。国家卫健委，我目前也不公布数字，从12月25号开始宣布盖牌，我再也不公布相关的数字。中国也太极端吧？是，要么就是严密封控，只要有一个人，整个社区就封掉。对，现在是我不管，对，就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不管到什么程度。你看印度当时我们说它是人间炼狱的时候，它好歹还接受国外，你要疫苗药品都来，呼吸器我都让你去支援。他中国现在完全不支援，不，你不用给我，不接受，我自己可以搞定。你知道这怎么可能会搞定嘛？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事实上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啊，整个中国的疫情，医院、殡仪馆完全负荷的超载的这个状况之外，大家人民抢不到感冒药，抢不到退烧药，再来整个供应链完全中断，整个全世界也很担心你中国对疫情会对全球供应链会有什么影响。再来现在很担心什么？你中国这样交叉感染，会不会出现一个比 Delta 更加严重的大病毒？对。你中一线，因为 Delta 就是因为当时印度的大规模感染，没错，而且它的人数那么多，是它就像一个等于说毒物盆一样，是在那边聚集跑这个新的病毒，对，那会不会有新的？对，所以大家说，你中国这样太不负责任，所以呢，英国媒体就直接下个标题说，习近平啊，你搞砸了一切啊。好了，我们就讲英国人这么生气，对，因为真的太生气。那你想说，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是最差的状况吗？宝姐，不好意思，不是，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已经盖牌，所以现在用国外的大数据来分析，他们分析说，现在中国的疫情开始在上升阶段，但它现在只是在这个阶段，它会到什么？明年的1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个高峰，高峰这是什么？每天感染人数会来到370万人之多，后来会略微下滑，因为春节他们可能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春运之后结束了，又开始往上飙，会飙到4.2万，每春运之后每天会有420万。那你知道事实上江西省政府，我觉得他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他前几天说，大概约莫估计到明年3月的时候，我们江西省啊会有80%的人全部都染疫，这也太惨了。这就是一个中国的数据，如果中国80%都染疫，你就知道说中国的疫情
当然到目前为止只是刚刚开始的阶段了。好，那刚刚讲的，现在刚刚开始的阶段会出现什么状况？它现在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缺工。刚刚讲的特斯拉说，我要休息了。另外就是挪威的这个公司，他说他的中国工人80%以上都感染了，而且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的话，这国外的航运商都很担心，因为他只要一旦进到中国去之后，中国航运的80%的工人目前全部都染疫。另外，他们所有的供应链，目前为止来说，特斯拉的供应链啊、纺织供应链全部都几乎停摆。比如说，就今天最新的消息，特斯拉突然之间就宣布说，我们的上海工厂呢要停工1个礼拜。大家想说你要停工1个礼拜，到底要做什么？他说我们要进行一个税休的这个状况，但问题是人家发现到你过去哪有怎么税休的状况，根本没有这个税休的状况嘛。而且你是新厂对，根本没有。你这个不单是新厂，你每天产生的这个数量，对，是非常重要的。它的 Model Y 跟 Model 3产量非常大，但目前为止占整个特斯拉最重要，就突然之间就停工1个礼拜。那到底为什么停工1个礼拜？他没有说任何理由，但是很简单，因为外媒就是《华尔街日报》去采访了特斯拉一个小部门，特斯拉一个小部门说，我们目前为止我们的部门有20%的人染疫，那20%的人根本不可能来。好了，我们讲为什么不可能来？你看特斯拉的供应链那么林林总总一大堆，都在中国，都在它的周边。那像特斯拉本身有20%的工人染疫，你看周边那些厂商有那么多，你只要1-2个厂商、4-5个厂商染疫，它停工之后，整个特斯拉你就算工厂开，你也没办法做，因为零件根本没有来。所以也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整个供应链也完全断掉了一个状况，所以物流业目前为止也找不到人，所以等于是你开工没有人，不好意思，原料没有到位，周边的零组件工厂没有到位，你的工人也没有到位，物流你要送出去，你做好你也送不出去，所以现在索性伊隆马斯克又下个决定，好，我们就把它关掉1个礼拜，不要做了这个状况。所以说，现在中国的状况是第一个，我找不到工人，对，我的工人都生病了。对，第二个就是我找到工人，我就这样勉强做，我叫不到货，因为我的卫星工厂也都生病了。是。第三个，我好不容易做好了，我也送不出去，所以索性大家都停工。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停工可能会比大家想象中的都要更久。特斯拉现在是说1个礼拜，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还会一直在往下延。为什么？因为你看其他工厂你就知道，这是2023年的这个春节放假提前放假。他说我们放假时间是从2022年10月25号到2023年的2月20号，一共放了100天假。但是完全让你放假，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就目前为止来说，他们这是某个科技公司，他就说没办法，我们现在缺料缺工都太严重了哈。这是另外，更不要是你放假的期间，请你保持手机畅通，对，不要换工作。对，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为止来说，你也找不到其他工作。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保检站这个是个停摇通知，它原本是在烧制一些，包括说纺织啦或一些东西，就那它放假的时间是什么？从2022年的11月1号，然后开始到明年的3月31号。放到4月才来上工看，对，正式上班时间是2023年的4月1号，所以就是说放个假越放越长，大家索性都直接给你放掉。因为我现在听到很多的消息说，现在在中国很多的供应链根本就断掉了，完全找不到，因为工人都放假去了。那你看，这是某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他就跟你讲，我们春节放假时间是2022年的10月18到2023年的2月15号。对，所以这样大家全部，你看他也是一样，放假期间保持手机畅通啦，便于及时联络跟沟通，所以呢，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状况，你看很多人部分工厂，像一个 PCB 工厂就说，我们目前只有20%的员工上班，其他人呢，现在有的不敢来，有的是染疫，全部都是这样，只有20%。对，他说一个接一个检验出阳性，只要咳嗽。不验还好，一验就阳性，那就请你回家。那河北一个所谓 PCB 厂，汽车工厂也是一样，目前为止几乎都没有工人可以用。那甚至呢，在部分的厂房来说，他现在已经要求什么？你只要是阳性的话，你已经阳过，你就可以来上班。那如果你还没有阳过的话，你最好不要来上班。甚至还有人说什么？你即使上班了，你不要验，你就来上班。那如果验出来，你就回去，就用这样。所以他们现在整个中国真的是完全找不到工人，而且非常惨烈的一个状况。而且刚刚讲的，现在全世界媒体都知道北京现在很严重，所以现在各国媒体都跑到北京。对，不看不知道，看了以后吓一跳。现在北京也太夸张了。每个医院人满为患，而且刚刚讲的八宝山的那个所谓的公墓，烧的每天24小时，根本弄不完，怎么办？把很多的遗体送到别的地方烧。没错，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是根据这个荷兰金融时报驻北京的这个记者艾根拉姆他讲了，这他拍到很多画面，他说，我去这个很多医院里面看到，医院里面都是人满为患，不论是发烧门诊或是急诊室一堆人。那当然他们没办法让你去太平间看，但是他也知道说外面就停了一堆救护车。那你看这整个这个医院里面来说，大人小孩全部都在那边打点滴，大家全部都是，反正我只要感觉到我好像有点不舒服，我就去打输液。
那甚至你看，连医生医生已经忙到什么？忙到说他也要打点滴去看诊，一边吊点滴一边看诊。因为现在医生你根本没有办法生病的权利，医院都直接跟你讲你只要还能够工作，你就要来给我工作。所以你刚刚那个医生是一边吊点滴一边看诊。对，没错。那事实上，如果真的过世的时候，他们现在尸体是一具一具。现在不是只有北京啦，现在整个中国大陆所有的火葬场全部都是24小时。你知道以前中国的这个火葬场，他们是早上6点开，下午4点就关了。现在完全都24小时，完全给你完全开。而且现在24小时完全开之后，你要说，如果你假设过世的话，可能目前排队，你知道2个礼拜才能够烧得到。那要么你就这个用这个 OC 的方式，如果你愿意付出大概约莫新台币13万的话，你可以马上是指3天之内把你火化。那你看每个地方，滨南这个所谓济南殡仪馆也是完全都是非常多人的一个状况。他说过去一段时间，你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呢，北京一天呢大概只有烧100多具到200具，现在一天如果真的24小时全开的话，他们以北京的火葬场一天至少要烧到3000人，你就知道死亡人数绝对比我们想象中的可能都还要更多更严重。而且刚刚讲的，现在国际的媒体就非常的担心，是因为刚刚讲的，你现在 Omicron。你本来有 BA1、BA2、到 BA5，对。可是现在到了中国，对，你却交叉感染，对，跑出这么多东西来。我们就讲，事实上目前为止，中国验出他们光是基因序列他们有验出1000多种、1100多种基因序列，所以现在中国非常非常多。那非常非常多的时候，为什么很担心呢？但这是国外媒体说了，他说中国病例激增可能会导致新变种病毒株出现，就像当初的大魔王 Delta 一样。Delta 在印度发现嘛，对不对？未接种的人群中间发现 Delta， 因为未接种的时候，你可能会有非常多交叉感染的这个状况。印度未接种，中国接种了，他们有效吗？那接种的人数，未接种人数，如果按照国际的定义，搞不好更高。所以这些人家很担心说会出现变种病毒。那当然，目前为止在中国流行的是 BA.4、BA.5，还有 BF.7这几种病毒株。这种病毒株虽然我们国内的公卫专家说来台湾呢，我们也不用害怕太多，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现在疫情真的是没有让人家放心的本钱啊。好，国成，现在在中国，它现在疫情的大爆发，班长的感染人数非常多，感染人多，完全不封控，完全不封控了以后，出现一个非常可怕的状况，它现在供应链断裂，包括台湾现在止痛药买不到，也跟中国的供应链断裂有关系。对，因为中国跟台湾一个现象也很像，就是供应链都分得非常的散，所以它现在是街头人比非常冷清，工厂也没有人，工厂的人跑去哪里？有2.9亿的农民工全部都回到乡下去了，因为现在2.9亿的农民工不见了，因为中国所谓的长短料非常严重，有些工厂是库存太多，有些是缺料，根本就没有办法生产。那干脆怎么样？广东、浙江跟山东这3个工业大省，这3个省的工业产值非常大，干脆直接放肆60天。那这些，所以我刚刚看到的有一个放1个月的，放2个月的，从10月开始放，你到明年3月再回来上班。对，那这些大省一旦放假之后，就会发生什么事？纺织业就会缺上游原料。那特斯拉，你看座椅就没有办法出货了，所以连椅子都没有。电子业，你 PC 板没有办法出，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没有办法做，连锂电池都会缺货。所以锂电池现在要叫所谓的电动车要出货，锂电池是涨了2-3倍，对，你还未必叫得了货。所以台湾有很多中国进口车，本来1个月预估要卖1000辆，现在1个月只能交300辆。所以因为很多的材料都来不了，所以汽车业一样，中国的山东跟浙江这些都是做汽车零配件很大的地方，你一不出货，特斯拉大概没有做啊，因为胆子都没有办法过来。所以说，现在3班制变成单班制，而且像24，等于说你现在24小时变成你1个小时都做不到了。现在杨过或者是杨康跟王重阳都可以，因为你只要得过新冠了叫杨过嘛，杨康恢复了杨康。再得新冠了也没关系，叫王重阳，通通各来上班，因为现在根本就不管了，闭环式生产也取消，因为根本没工人，工人全跑了。不过更严重的是，像这些金属材料也断货了，所以中国很多占世界很多原材料是占非常多，像金属也是太阳能晶片一样，太阳能晶片它占世界高达80%以上的产能，所以它现在产能只有60到70%，全世界因为这样可能会电池缺货然后煤炭缺货的话，钢铁也跟着减产了，所以中国整个它是世界上很大的原物料国家，所以以前说中国坚持清零，大家骂死，现在中国放弃清零，大家怕死，怕死车。我现在 PCB， 我现在汽车零件全部都缺了。那些对台湾有直接影响的这种断的供，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少了这个所谓的普拿疼，不是少了很多的止痛药，现在本来是说是中国帮我们大量买走了，结果根本不是。
是原来我们的很多的成分药来自中国大陆，现在如果中国大陆的成分药不来了，台湾就缺货了。所以根本不是被限购，所谓台湾缺止痛药这些限购，根本不是中国买走了，而是其实中国放弃清零，全世界都要吓死，都要怕死。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中国对世界止痛药影响有多大？它占全世界的止痛药的原料药里面的有效成分总产能占世界总产能50%，才这么多，他自己一年用1000多吨，出口8万多吨，所以等于全世界的止痛药的有效成分几乎都来自中国。对，而且很多药的原料药，就是制作各种抗生素和各种抗癌药，很多药其实它原料药也来自中国。中国跟印度占了世界一半以上，甚至有些是占了30%。我说有些抗生素的药。所以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药跟止痛药这些国家这些东西的产地，所以它断供对台湾是对我们的药品是产生影响的，不止对台湾有影响，像德国就发现说，在日本跟欧洲生产的药品有70%其实来自中国的有效料成分，像布洛芬、己酰氨酚，这就是做止痛药的。结果因为中国的防疫政策，我们知道过去1年中国供应链是断又复，所以造成德国的药品供应不适，所以德国也供应不所以应德求，国一样碰到所谓的买不到止痛药、买不到各种药的问题，所以德国就说，他们最近有个报告就出来了。儿童的退烧药有问题，咳嗽药有问题，抗高血压药有问题，乳癌药这些情况都有短缺的问题。所以中国如果断链，影响的是全世界，不是只有台湾。所以问题不是台湾的药被抢走，而是全世界都在缺各种药品。而且刚刚讲，连台湾现在的清冠1号，很多人现在得了 COVID-19，最重要是赶快去拿清冠1号，赶快吃清冠1号。就清冠1号的黄芪，包括鱼腥草，包括北板蓝根。也是来自中国，所以大家都说大陆在抢药，到底谁断谁的还不知道。因为像黄芪、鱼腥草、北板蓝根这些所谓的清冠1号主要原料，都中药材都来自中国。如果中国以后不供应这些，到底谁断谁的药还说不清楚。好，所以董事长，现在中国大陆吓死了。你当时封控的时候是中国人自己骂死，你现在不封控，把全世界吓死了。现在按照现在这个估计哈，大概我前2天听到美国的这种美国之音报道，大概他们专家估计到5到6月份会呈现一个稳定的状况。大概可以明年5到6月份，大概可以在80%。不是，你刚才讲，你这个数字就跟英国的数字是一样的，现在才刚刚上坡段而已，还没到满。你等于说从明年的1月开始，它就急速上升，上升到了1月中了以后，它一天的感染数会到3.7万，370万。到了刚刚讲的会慢慢下来之后，到了3月跟4月之后，一天感染数会到400万人。可过了400万以后才慢慢下去。可是你要到了明年5月份，它才会稳定下来。全国大概80%感染率。然后这个集体免疫力有可能形成，所以说，中国现在要拼说到明年5月以前，它有80%的人会感染。5到6月份啊，就是5到6月，就是美国之音报道哈，就是我看到国外的专家直接在他们用那个整个大数据来分析的目前的状况。我看北京啊，前2天的这个就是卫健委这个 COVID-19 的死亡人数多少人？你知道吗？多少人？2个人。这什么意思吗？他通通是把它归纳成其他原因死亡，这都是因为你基础病例啊，你有什么肝病啊，你有其他的脏器，其他的病例，通通是把你塞在那边去。所以可是你去比对他的殡仪馆，比对他的这个病床数，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嘛。所以他把它归类的方式，数字上他做一些调整，让国际上数字看起来是好看的数字。那国际的干预能力的相对性它比较衰退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数据可以知道的这样的数据，因为现在所有的航班还是继续飞行，尤其如果说现在最重要是美国在密切注意，当你美国的航班飞到飞机到美国的时候，一去看到大部分通通中标，到了美国的旅客大部分通通都已经中，都阳性比较多，所以目前报道上是这样看起来了。你说中国飞往美国，只要进了海关去做了检测，几乎100%，大概都100%，大概所以从它飞出来的人口数来看的话，那个百分比是非常的高，非常的高。所以它现在的问题是哪里呢？现在所以说它它的问题是它基本问题要回到从前，但它长期的风控的结果，它大概在上一次的所谓的打疫苗的时间点哈，应该是在去年的5、6月份。对啊，所以它快有将近6个月的时间。
等于今年的5、6月份了啊，等于他大概将近有半年的时间都没有在打加强针了。哦像我们最近还打过加强针，对第4季了第5季也都在打。他大概已经是今年5、6月份，所以6个月时间。6个月时间其实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没有免疫力，没有免疫力的。就即使你打你所谓的科兴的话，你也是有用的。以前中国很喜欢讲一句话，用血肉筑成长城。现在中国去对付这个 COVID-19，也是用血肉筑长城。他这个荒谬在哪里？就是说你这5、6月份这半年在干什么？他在搞风控，他每天在挖鼻孔，在那边搞到结果并没有去做应该有的做的疫苗的注射的治疗，对，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造成一个什么现象，你知道吗？造成而且风控的结果是一个很坏的现象，就变成说大家都没有免疫力，没有免疫力会什么情况？你现在很容易中啊，就是非常Omicron的传播力非常广，啪一下就上来了。到了昨天啊，我看到都是昨天的数字，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可以看到一些 data。他说，目前中国的感染数字大概17.8%左右，已经17.8%，也就是说，整个目前到昨天为止的感染总数大概2亿5千万。对，所以你刚才一天，你刚才算天嘛，我刚才算总数给你听，大概2亿5千万左右，这个数字开始飙涨，对，开始已经在飙涨了。可是他，因为他所以目前他们讲的笑话，在路上走路的人呢，通通都是阳性。那阴性的躲家里，我感染了，我赶出去；没感染，我躲家里。躲家里，躲家里不感染了，对不对？然后他也不要上班啊，要快过年了就请假了。然后还更糟糕的，医院的护士啊也不上班啊，因为你到医院一定感染嘛。所以现在是感染的医生、感染的护士帮你在做治疗，所以你稳重的嘛。你到医院是稳重的嘛。所以刚才讲那个吊点滴的医生，他已经中了。他已经中了，他是中了，中的人在，阳性的医生、阳性的护士帮你做打针，再给病人打针，那病人这全部医院全部都是中的，所以这个感染率非常的高，这是目前一个情况。而且他防疫力，因为他过去他风控太紧，所以非常容易感染，他完全没有免疫能力，一点都没有，马上中。好，廷辉，刚才讲的，现在中国疫情非常严重，你之前也讲了，中国解放军内部看起来染疫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可是他还是要干嘛？他还是要吓人。前天又更莫名其妙，又来台湾海峡绕来绕去，又过我们的台海中线。你不但是过我们的台海中线，你今天居然把你的无人的侦察机等于说也跑来，而且这无人侦察机很过分哦。导播，我们看这个图，它飞过来，飞到最远的地方，几乎快要，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就已经飞到台湾的上空了。他就是故意，你现在已经这么糟了，你还要来下台湾？对，现在解放军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哦，我不是只有人开的飞机，我还有无人机可以过来。因为就算我染疫，动了无人机了，就算我染疫，我还可以在家里遥控无人机，然后飞到你台湾的上空啊。其实这几天来讲的话，台海附近非常不平静啊。耶诞节大家都在过耶诞，但是呢，台海附近来讲有中共军演，为什么？因为拜登他23号签署了这个国防授权法，所以让中共他急跳脚。国台办今天不跳出来这么喊话吗？就说因为台美之间来讲的话，这种做法是什么？是侵害到等于说大到了中国的红线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解放军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今天就算染疫，我要派的更多的这个架次来到你这里，所以我可以评估哦，明天可能到100多架，更多，后天可能到150、140、150左右，也不一定哦。为什么？他要证明自己是存在战力啊，因为解放军报都已经写了嘛，就说就算我们部队里面有这个疫情的发生，但是我们还是要兼具所谓的战备的这样的任务，所以就要告诉就演给这其实是演给习近平看的，说我还是在地方来讲，不管是东部战区或者是南部战区，甚至在海上的军舰，因为你不晓得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比如说无人机有可能是从辽宁舰上面起飞的哦，也有可能是从其他的这个陆上的基地起飞的。那重点是这一个彩虹4号无人机哦，它从今年9月开始就开始在骚扰台湾，而且呢，它的这个航线是固定的，就刚刚你提到那个越过海峡中线的这个线呢，9月的时候来一次，11月的时候又来一次，然后现在12月又来一次，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一直在测试这个彩虹4号呢，它的续航力在海上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一般来讲，你的战机刚刚讲的，你不管你的歼6啦，你的什么飞机，你都是飞过台海中线过了，你就赶快回去了。这个不是哦，这个彩虹无人机它是飞得很远，
才回去。对，他在测试它的续航力的一个问题哦。因为上一次其实在2年前的时候，他们才在大戈壁有曾经做过试验，在北京去操作这个彩虹4号，然后在大戈壁呢去击落这个所谓的他们的目标。那这一架这个彩虹4号的续航力呢，将近有3、40个小时以上哦，所以它一直不断的飞，测试看我最远能够飞到哪里。如果未来来讲的话，它不小心就飞到台北上空来讲，所以说不定我们邱国正还要想说这个无人机到底把它打下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因为上面可以装载4枚飞弹，2枚的话，飞弹，对，4枚飞弹，2枚是什么？2枚是空对地的飞弹，2枚是什么？有这个卫星导航的制导飞弹，AR 系列的。所以在这种彩虹4号的无人机一出来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国军要特别的防范哦。为什么？这已经不是单纯什么歼16，因为歼16来讲的话，他们一定要出动所谓的空中加油机啊，然后一起来配合。如果没有的话，他在这边做的缠斗作战来讲的话，他还是要有一个飞回去加油。但是这种无人机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长久滞空，对，长期滞空，而且底下来讲的话，它最下面呢就派了个侦察机，就是所谓的无侦7机哦。所以底下那个它派出侦察机哦，其实目的你看到它飞行的这个长度是这个所谓的那个续航力也是非常高的，那就比照像美国的这种全球鹰的这种侦察机呢来进行这个高空侦察。所以你看到一南一北。事实上，这一次来讲的话，不管他解放军告诉你一件讯息，说我就算染疫，我还是有无人机可以使用，然后呢，就可以让台海来讲的话，这个国防部门来讲疲于奔命了。董事长，我们蔡英文总统要硬起来了，明天他要召开国安会议，召开国安会议干嘛？他要谈这个所谓的兵役役期的问题。现在终于要从4个月变成1年了，而且大概什么？预估大概是民国94年之后的这些役男都是1年兵。我们现在。真的准备硬起来打仗了吗？1年兵不能打仗，不能吗？ 1年兵只能站卫兵啊。什么叫1年兵只能站卫兵？所以我们就要看最近俄乌的那个范例就知道嘛。我们现在全世界都被俄乌战场的战争的状况所影响到，我们很多的对战争的判断，对，跟所有国际政治的变化嘛，对不对？我们就拿俄罗斯的征兵制来看的话，我认为那个比较有道理，比较科学。它有1年兵跟5年兵，1年兵是义务役。5年兵是合约兵，就是5年兵是募兵，然后那个5年兵的话就是长期等于半职业军人，那个就是派到国外、海外打仗用的。那1年兵是干什么？1年兵干嘛的？在国内站卫兵，在卫兵用的，不出国的，完全不出国。那这个。蔡英文这个动作当然很明显，就是所以他这次俄乌战争就是把那个1年兵在他爸爸妈妈都不知道的状况下丢到乌克兰战场，就是因为1年兵根本没有受到好的训练，到了乌克兰的战场以后，变成了人肉沙包了。对，就不够嘛，就是兵力不够嘛，因为他整个总兵力的计算打乌克兰来讲的话，大概就在17万到20万左右的兵力嘛。那你看看这像不像台湾？台湾的总兵力有多少？台湾总兵力大概也是15万左右啊，作战兵力15万左右。我们的后勤兵力更糟糕，加起来大概20多万出头。其实我们是不够的嘛，这个兵力是不足的，而且目前的兵源是缺员不足，补不足。所以他现在他增加变成1年兵的话，可能我们就可以维持大概在20万左右的这个基础兵力。但20万左右的兵力之后，就呈现出来非常多的其他的问题嘛。怎么想？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1年兵，我们知道义务役打不了仗嘛，1年兵不能打仗。我们都当过嘛，我们都当过兵嘛，我们不管是在大专兵的时候，我们的训练一定比这个更完整。你基础训练就大概是4个月嘛，你就再一个专科训练4个月、8个月就结束，再剩4个月就退伍嘛。对不对？就是很简单的，你光是小兵进去是任何一个特种训练就要4个月，对不对？所以说怎么不可能够嘛？那胡说八道，这个就是美国人逼他谈判的一个结果，他必须要应付美国，因为美国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如果中共要打台湾的话，就是用俄乌战场模式嘛。对，这个确定了吧？什么确定？就是美国人不会来，自求多福。这句话最近很流行，黄伟哲也在讲自求多福。自求多福就是我们美军不会帮你打仗，台湾人自己干，我给你钱，给你弹药，给你武器，武器现在还要花钱买，到时候没钱的时候给你，让你欠，就是这样子而已。我们都当过兵嘛，当过兵要什么东西？训练要靠什么东西？训练要靠 menu 嘛，要有准则嘛。我们的准则是什么时候的准则？李启明写那本书我看完了嘛，我们的国军的准则大概是20年前的，
你去看看国军，你们还在讲十大战争原则，讲这个玩意儿，我们连作战的准则跟现况都已经是脱节的，这个兵不能打的。